要是开坏了，你赔啊？我赔。那别愣着了，怎么干？不要心疼车，油门拧到底，操作杆推到底。 优秀奖也是好事儿啊。这个魏成啊，就是好冲动。如果陆山1号能有在鄂尔多斯矿实际使用的机会，那么连续超载和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数据量就够了，我们就肯定能拿到这个2等奖。你这话里有话呀！是邱省长话里有话，机器换人，不搞不行。 机器换人是个大趋势，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难事。谁下岗，谁培训再就业，这工资怎么调？没有这1、2年啊，这1万多人根本捋不顺。再说了，我的时间也有限，这继任者啊，能不能继续干，这都难说。要不？ 先搞个试点。你愿意牵这个头吗？技术层面，我可以负责。正好你的岗位还没安排。 谁在操作呀？真是。林董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主任呐，出事儿了！魏成跟金燕子私自操纵实验挖机做超载满载冲击实验呢。现在？啊，是啊，我劝了好几次，人家不听啊。好，我来处理吧。你让他们先干着。 数据怎么样？都还行。我觉得这车抖动有点大，要不要停一下？不能停，只有最极限的冲击，才能测试出最可靠的数据。要喝瓶水吗？喝什么水呀？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你开啊！让开！是行走部的液压油管爆了。液压油管爆。洞壁和挖斗连接处有裂纹。
螺丝松动。咱们这车呀，动臂一般在经历10万吨作业之后，都会出现金属疲劳等问题。刚才咱们这么玩命使用，估计大臂、底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裂纹。不过你这泵没事就好。再好的泵，一颗螺丝出了问题，我们的产品也是不合格的。现在就别豪言壮语了，先想想明天怎么跟领导解释吧。这处罚肯定少不了了。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出了问题我来担。那要说罚款算你的，责任肯定算我的呀。凭什么？你这下象棋也不可能先冲帅吧？肯定是车马炮小卒子先行。你是干大事的人，我是那个过河的卒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跟国外的产品见个高低，不光是我们设计的图纸要牛，你们手里的每一条焊缝也要牛，膛起爆模前焊，缺一不可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所以不分谁是帅，谁是小卒。况且，你已经当了工段长了，怎么着也算是车马炮了吧？明年全国科技2等奖我不行，你能拿着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事儿必须器居保帅。你记住了，所有事儿往我身上推。那车是我开的，钥匙是我拿的，那个不听实验员劝阻的还是我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凭什么要让你牺牲？一旦追责，你的工段长就没了。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这一辈子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怎么办，而你们就是要解决这怎么办。所以你明天千万别跟领导犟嘴，你是要想干大事，你就必须得先学会低头。我爸说了，水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你爸说的特别有道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魏成。实验场的挖机被我驾驶弄坏了，你们来看一下吧。你这跟我证明你很聪明是不是？我原本以为我拿了2个博士学位，算是很聪明。后来，我以为我把陆山1号做完了，也可以证明我很聪明。可是现在看来，只有承认自己笨才是最大的聪明。我总不能把你的善良当成理所当然吧？切！40、50、60。哇哦哇哦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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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轻一点啊，让他多睡会儿。嘿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哎，哇哦哇哦哇哦！嘿，停停停停哇哦！停！不跟你说了吗？让他多睡会儿。过去。哎，一晚上没回来呀？是的。
夜不归宿也不知道说一声，你拿我当机器狗了？这么多年独来独往习惯了，下回我一定给你打电话。够啰嗦的。爸，这次科技奖没拿到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得奖有那么重要吗？对大家来讲很重要。你一晚上都在做连续超载、连续过载冲击实验。是。因为我记得实验场没有这个科目。是没有。挖机出问题了。对。数据拿到了吗？在做呢。那这边饭吃了，赶紧吃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好好吃饭啊。谢谢爸。你看这练的，露成什么样了？真的。哎呀。董主任，董主任，董事长，损伤情况怎么样？损伤破坏程度有点大，那都裂了。实验员昨天已经向你汇报这里的情况了，你为什么不制止？为什么不向公司主要领导报告？我觉得这个实验迟早都得做，早做比晚做强。要不然陆山1号这一回也不至于在全国科技奖面前颗粒无收了。陆山1号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这么做是要挨处分的。我知道，知道还这么做？魏成也知道，但他不还是这么做了吗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心无旁骛的傻气，不计利害，不算得失，才有了这陆山1号啊。相比之下，我的这种聪明劲儿变成了一种挺没劲的东西。机器换人我没有推动，有人想干能干，我帮一把应该。这台挖机真要是报废了，就是好几十万的损失。应该这2个字，就太贵了。是。领导，干什么呢？他在整理昨晚实验数据，我帮您叫他。那不用了，我等一下。这是实验挖机损伤情况的检测结果。坏了这么多，连续超载、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，蛮干。蛮干，包括董谋士，竟然偷偷帮着他，也是蛮干，都应该严肃处理。各位，实验数据出来了，一会儿大家把这些数据输入到双联主播等参数当中，校对一下我们的设计，绝对不能在这一次鄂尔多斯矿机招标中，因为我们的泵拖了公司的后腿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好，明董在等你。
冰岛，这些数据挺好的啊。目前流量测试完全支持挖机做出快速复杂的动作，不输别人。毁坏实验挖机是我的责任，我接受任何处罚。会开挖机吗？不会。这跟操作手没关系，我才是主使。燕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万主任，我是来找明董的。明董没说要见你啊。他是没找我，是我要主动的说明情况。说明情况，然后呢？给你们联合环卫发个通报，你的工段长就被撤了，然后再罚款。你怎么想的？赶紧走开！哎，我不走。你现在不归明董管，有什么事儿也不会找到你头上。要不是魏成的同意和怂恿，你也不会去实验场里开挖机的，对吧？你赶紧走吧。你承认问题的态度很好，等我们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后，会通知你们公司的。你先走吧。哎，明董。明董，那个挖机是我开的。我知道。但是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是从这个高职毕业之后就进了咱们陆山，从初级工呢干到了技师，从咱们公司最红火干到了发不出工资，再到今天的蒸蒸日上。我是真的希望咱们陆山能够越来越好，我爱陆山，也盼望咱陆山将来能干成世界第一。那就要蛮干，把这100多万的机器差点弄报废了。报废应该不至于，毕竟咱们这个泵和发动机啊，它没有问题。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机加和装配的不到位。继续说。糖洗爆膜这些我说呢不大好，因为我是焊工出身，我呢就和您说说这个焊。出了事儿之后呀，我大概的检查了一遍，有问题的焊缝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个咬边、气孔、夹扎，多处裂纹都和这个未焊透、未融合有关。这里边它有自动焊机的操作问题，但是更多的是手工焊的毛病。公司为了突破1万台啊，咱们工人是加班加点，2个月才轮休1天。可这人不是铁呀，他会疲劳，会打盹儿。将来咱们要突破5万台呢，还有10万台，是不是除了成倍的增加工人之外，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所以我想说，我支持这机器换人。不是啊，那个，我跟您说这些，我不是为了赖账，就是我错在先，所以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我是希望您能够保护一下魏成的积极性。我认为这比咱们公司损失1台挖机要贵得多得多。知道您很忙，然后今天听我啰嗦这么多，就非常感谢。那个，我就工作去了，打扰，水就不喝了。万主任，通知全公司各个分公司以及糖洗、焊接、油漆、动力、液压、总装等有关部门的1把手，去试验场看看。
满载，还连续满载，哪个用户会这么使用挖掘机啊？超载，还连续超载，这是操作手册上不允许的嘛？这样的冲击，什么样的挖掘机能受得了啊？瞎搞！这明明是浪费国家财产啊！就是，那边也快断了，太不像话了。上面这全都弯了，那边也快断了。为什么这个不坏？因为没用啊！孙老母，你就不要包庇你的儿子了。就是，是啊，这后头都对啊。魏成，需要打多少板子？需要赔多少钱？我不说半个字。为什么老外的挖机能干3000个小时不出故障，我们的呢？耐久实验1000小时以后，连续超载、连续满载，极限冲击1个晚上就会出毛病。我们都是带工人的干部，这活干成这个奶奶样儿，我这脸上臊得慌。难道我们这些人就只能端着老手艺的碗，吃不了新技术的饭吗？明董要在这儿见我。是，玉衡陆山液压公司成立，要上厂实展，他说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就这个？恐怕还有这次挖机事件的处理意见。毕竟有您女婿。弄好了。就这点事儿，你也让我来定。您现在是一把手。老百姓说，打牌的时候输赢都不走，能做一把手。还是你像一把手。邱省长说，当初重工换金融的时候，你就指着这块屏幕说，这里堆积了我30多年的青春、理想、抱负和成就，现在却要让我自己写上结束。玉衡陆山液压公司成立，算赢了，但鄂尔多斯矿输了呢。那你也不会结束。是，但是我不甘心。我不甘心像宋劳模说的那样，难道只能端着老手艺的碗，吃不到新技术的饭吗？机器换人，你下决心了？我要是再不下决心，我就要退休了。这儿顶多写着，年产挖机1万变3万，产值和人员收入大幅提高。但是，没有给陆山的未来留下什么。赚钱是今天，科研是明天，工人是未来。你总是能定战略。你不也是在下一盘大棋吗？否则，你会让全公司各个生产一线的头头去看那台出事的挖机干什么？大娘，通过你这次洗脑，机器换人的阻力会小很多。
你现在可以启用魏成和小董这些年轻人了吗？必须先给他们一个处分。为什么呀？魏成违反实验规定，董梦石故意隐瞒。虽然动机是好的，但是事实就是违纪，不处理难以服众。你要是处理了，他们就没有积极性了，没有那股劲儿了。如果连这点挫折他们都经受不起的话，那说明他们也没多大出息。机械换人这么复杂的担子，还是换别人来担。喂，涛，试验场挖机损毁处理的意见来了，我给你发过去看看啊。金燕子有事吗？他不是公司人，处理不到他。那就好。我给你发过去了啊，看看。这个6号金燕子，我印象很深刻的，她是我们的 VVIP 客户。哎，您是她朋友？男朋友？她有男朋友还来相亲，这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，这是她思想品德的问题。你再瞎说一句。钱不能退。我只是想知道她的择偶标准是什么。哎呀，这是客户的隐私，我们必须保密。但如果您办张金卡的话，我这就不算违规了。嘿嘿，来，您啊，就在这里把这个基本的信息呢都填下来，然后呢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，我很乐意为您服务的。那我就先去打扰您了。好，您慢慢填啊。哎，说了，哎呀，不要说男朋友，哎呀，说了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他以前啊，就是看中的那个双料博士，两人差异太大，活着太累了，就坚决不要博士。哎呀，呦，不好意思，你等等，哎，你等，哎，你还真是你啊，你这个体型啊，太标致了，好认。你也来相亲的吗？这就对了嘛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非要共长草呢？我听燕子说你都当那个项目总师了，凭你这个条件，你说大学老师、医生、公务员，不得随便你挑啊！而且你长得这么瘦弱，这么文绉绉的，招这个档次的女人心疼。嗯哼，你跟我婶离婚了？离婚了？说，要不你也办一张卡？你看我这爱老婆的脸，像离异的吗？挨处分了也不用和电灯泡过不去吧？有吗？你不知道处分的事儿吗？小庄没有发给你。可是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是你的同谋。
团伙犯罪罪加一等，别没事找事。那把你的那银行卡号发给我吧。干嘛？处分没替你挨着，罚款总得有我一份吧？好像你卡里有10万块钱似的。没说要罚款，跟你没关系，回去吧。你怎么又戴上眼镜了？我想戴隐形就戴隐形，想戴眼镜就戴眼镜。其实，我是支持你干机器换人的，但是怕耽误你的前程嘛，不是？低头是现实，抬头是前程，都对。只是我的前程好和不好，对于你来讲那么重要吗？你干项目总师还是干公司总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用你的话说，你的独立性用不着仰视我。你今天吃怪味豆了？怪吗？你一天到晚满世界的说你是泥巴里的笋，只配腊肉，而我是鲍参翅肚，这2道菜完全放不到一张席子上。为什么？我就喜欢吃这一口，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，就非得要这种脆弱的自尊心吗？这也是一种自卑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疯不了，我又没去相亲。你没相亲，你就能干涉我的生活了？我们俩的事儿，不靠这儿，靠的是这儿。靠这儿，靠这儿你疼吗？你不疼，因为没有人逼着你去相亲，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天仙配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俩可以有一个海阔天空的未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海市蜃楼的结局。现在你开心了？从认识你到现在的笑声，顶得上我这30多年所有的笑声。我渴望开心，我盼着开心。我干项目总师，爸妈开心，你开心，同事开心，可我不开心。我干机器换人，我开心了，可是所有人都不开心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你该怎么办？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？那包干苔藓你也扔了吧，真的是个累赘。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弥小，也许牡丹开。
在乎，不在乎谁吃醋啊？吃醋那是心动的表现。心动就是喜欢。这个呆人。真好吃。来，我来，我帮你。谢谢啊。对不起，让一下啊。哎，让一下。魏成，哎，赶上了。我妈呢？啊，她车那边有个急活要去处理，这不派我来了吗？不会是因为我的处分？你看你又瞎扯。你妈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她要是那么小心眼，她能当全国劳模吗？这10多年来，她能照顾你爸和你吗？哎，这个是你妈专门给你做的，她说玉衡那边是甜口，你吃不惯。行，我走了啊。谢谢爸。孩子，别老皱个眉头啊。当科学家不一定非得撞电线杆子才能设计出东西来。开心也是生产力。走了啊。你慢点。哎，你上车吧，上车吧。好，好，咱该走了。苔藓不能吃，会呕吐。魏成，魏成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一个成熟的男人，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我犯过的错误，你不能再犯了。我跟他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。我发现这苔藓少了一块，我在家里也认真找过，没有找到。儿子，男人的肩膀不是用来抬杠，是用来给自己的爱人依靠。你慢着点儿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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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师傅。下课。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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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